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爸爸为了救他白月光的女儿，死在火里。我连夜去了医院，见他第一眼时，嘴角压都压不下去。工作人员好心提醒我，笑得小声一点。然而我在拿到我爸骨灰之后，笑得更大声了。我的好爸爸，你走就走吧，怎么也不立个遗嘱，给我留下了100亿家产，太客气了。爸爸为了救宋芝死了，知道这个消息的我连夜赶到医院。他躺在太平间的床上，脸被烧得血肉模糊，全身连皮都不剩。见状我实在是忍不住，旁边的工作人员看不下去，碰了碰我胳膊提醒，笑得小声一点。我嘴上说着道歉，去开死亡证明时都是跳着脚去的。开好死亡证明，我忙不迭的就把爸爸拉去火化。等骨灰的时间，我联系了他的律师，确定了爸爸没有立遗嘱。爸爸一没有妻子，二没有私生子，户口本上就我一个人，遗产自然是归我一个人。我抓紧时间把那些财产过了户，城西的大别墅，名下的公司，车库里的豪车，还有我爸借给宋芝住的房子。我不喜欢我的房子住着脏东西，于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上了门，请他搬出去。谁知见了我，宋芝连门都不开，还直接报了警。警察叔叔来了以后，门瞬间打开，宋芝从里面跳出来，指着我就说：“就是他，警察叔叔，他私闯民宅。”我连忙解释：“警察叔叔，你可别听他瞎说，我只是敲了敲门，可没有硬闯。你那是敲门，你都准备把我们拆了。”宋芝拉着其中一个警察的胳膊，手一直指着我：“警察叔叔，你快把他带走。”只见那位警察叔叔眼神有些一言难尽，他甩开宋芝的手看向我：“你怎么回事？”我一脸无辜：“我真的只是敲敲门，也算私闯民宅。你这不叫私闯民宅，严重点，你这叫寻衅滋事，知道吗？”听完他的话，宋芝脸上写满了得意：“警察叔叔，可是这房子是我的呀，我敲自己家门也犯法。”我直接从包里拿出房产证、身份证给他们看，其中一位警察把东西接过去，仔细对了对我的脸，发现确实这是我的房子。他皱眉问：“这是你家？你没钥匙啊？”我立马撇撇嘴：“还不是有人霸占着我的房子不走。警察叔叔，你说这算不算侵占他人财产啊？”宋芝跳出来：“什么你的房子？这明明是江叔叔的房子，你等着，我这就给江叔叔打电话，让他过来收拾你。”宋芝当着几个人的面，连续给爸爸打了好几个电话，几个都不接。以后他明显有些慌了：“别打了。”我笑了2声：“打不通的，你别得意。苏月，江叔叔肯定是在忙。”我笑得更开心了：“是呢，忙着投胎呢。”宋芝脸色一变，声音变得尖锐：“苏月，你什么意思？江叔叔可是你亲爸爸，你竟然咒他死？信不信我把这件事告诉江叔叔，他肯定会打断你的腿。”我真的好害怕呀，可惜他再也听不到你告状了。我双手抱胸，一脸的无所谓：“宋芝，你是不是忘了前2天你们学校起火，我爸正好去给你送东西，听到你们教室着火，他直接就跑进去救你，然而他没有找到你，人也被火烧死了。”说着我又叹了一口气：“真是可惜啊，我爸把你看得比亲闺女还重，死之前你们连面都没见上。你说的不是真的，你是在咒江叔叔？”宋芝愣了几秒，情绪变得激动起来，竟然还准备打我。我连忙往旁边警察叔叔身后躲：“救命啊，杀人啦！警察叔叔，快把他抓起来！”看热闹到现在，警察叔叔也明白了这是一个怎样的情况。其中一位把宋芝制服住，
把我们两个分开得老远。他们劝宋芝冷静一点，也对我进行了口头教育。清官难断家务事，他们两个也知道掺和不了太深，最后把我们带到公安局做笔录。放我们的时候，我听见其中一位对宋芝说：“既然房子都是人家的，你就不要这么横了。想继续住就好好跟人家说，不想住就赶紧搬走。”我心里立马对这位警察叔叔起了敬意，恨不得赶紧弄张锦旗送过来。刚出公安局的门，宋芝他妈林锦赶过来了。他看到我，还不忘挂上伪善的笑容：“小月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也不跟妈说，我好和你爸去接你。”打住，林阿姨，咱先别着急认亲戚呢。我这次回来是给我爸收尸来了。哦，对，我捂着嘴笑了2声。你和我爸的婚礼是1周后是吧？赶紧通知亲戚们吧，别最后新郎不在，一个人办婚礼闹笑话。闻言，林锦虚伪的表情终于破功了。他冷笑一声：“小月，你就算再怎么不喜欢我，也不应该咒你爸爸。他对你还是不错的，确实不错。为了一个初恋，害死了我妈。为了一个连养女都不算的人，把我直接赶出家门。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好爸爸？林阿姨不相信吗？”我撇嘴：“也是，毕竟林阿姨和我爸还没有领结婚证呢，人家医院通知家属也通知不到林阿姨头上。难为我这个小伴儿，头一次处理这种人生大事。”我从包里拿出来我爸的死亡证明，直接扔在他们母女2个面前。只见林锦的脸色瞬间变得灰暗，站都站不稳，勉强被宋芝扶住。“宋芝，我看一下。宋芝，你住的房子我要卖了，限你1个礼拜搬走，不然我就报警了。”“哦，林阿姨，您住的那套别墅也得搬，不过您住了这么多年了，东西肯定不少，您放心，我到时候帮忙找搬家公司。至于我爸送你的那些珠宝什么的，不用还了，就当你这么多年无名无分还陪在我爸身边的补偿了。”说完，我戴上墨镜，没有半点感情的离开。只听宋芝尖叫了一声，林锦晕倒在地上。第2天，我又去了一趟银行。我爸这人活得太小心了，贵重一点的物品都不放在家，都锁在银行保险柜。如果他放在自己家别墅，这些东西早就被林锦转移了，哪里还会轮到我继承？我看着那些大金条、小古董，乐得嘴都合不上了。清点完之后，办了那手续，这些东西就到了我名下。这一天，高兴的我直奔6星级饭店吃了个豪华午餐。吃饱喝足以后，我准备回家睡个美容觉。结果我的车刚开进别墅区，就被保安拦了下来。保安大哥把我偷偷地拉到一边，小声对我说：“苏小姐，你那个小三阿姨来了。”小三阿姨，我仔细想了想，才知道她说的是林锦。那一年，我爸为了他把病重的我从别墅里赶出来，这件事闹得整个小区都知道。那时候很多人都来骂林锦，所以我妈去世以后，他们2个从来没有在这里住过，还带着老太太，说是你的姑妈。我本来不想让他们进的，但是队长他想必是林锦使了什么好处。我笑眯眯地对他说：“谢谢你，保安大哥，我知道了。我看他们气冲冲的，已经摁密码进去了，你小心一点。”保安大哥很担心我的安危，我再次感谢，眼睛一瞥，瞥见了大哥的电棍，立马计上心来。我对面前的人说：“保安大哥，我能不能买了你这个电棍？”进门之前，我先调了一下监控，只见我的姑妈和林锦、宋芝他们3个人坐在客厅。姑妈来回看我客厅里的装饰品，还随手把一个小古董放进了包里。我把这段监控存了下来，接着整理好，
走到门口，密码，举着电棍就冲了进去。啊！有小偷！臭小偷！臭小偷！我打死你们！我闭着眼睛，举着电棍一顿乱打，只听见几声惨叫，最后是我姑妈尖利的声音：“苏月，你故意的是不是？看清楚我是谁！”我又打了2下，才停手，假装一脸诧异：“姑妈，您怎么在这里？”姑妈脸上全是红印，有的地方还青了。她一脸愤怒地看着我：“苏月，你这个小贱种，竟然敢打长辈，你这样要遭天谴！”我继续装无辜。姑妈说话也太难听了，谁让你们来也不跟我打招呼？我看客厅里有人，自然以为是小偷来了，毕竟我家有这么多古董，被谁拿走一件也不知道。闻言，姑妈把手里的包往后放了放，她咳嗽一声，清了清嗓子：“苏月，你爸才死多久，你就把他给火化了？你怎么不知道通知长辈？长辈，如果我没记错，我奶奶已经死了吧？家里还有什么长辈？小月，再怎么说，江姐也是你爸爸的姐姐，是你亲姑妈，你这么说话不合适吧？”林锦又冒出来冲长辈架子：“不是一个爹妈生的，也是亲的呀！”我嘲讽道：“我亲爷爷去世的早，亲奶奶带着我爸再嫁，姑妈是我后爷爷的第1个女儿，是后爷爷跟另一个女人生的，所以在血缘上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。”苏月，姑妈暴怒，旁边的林锦拍一拍她肩膀，提醒她说正事。姑妈平复了一下心情，摆出一副不跟我见识的样子：“你爸死了，家里得有个说公道的人。听说你把所有的财产都独吞了，这不对，你得把钱分给你江阿姨。为什么要分？”我冷笑一声：“江阿姨没有跟我爸领证吧？我早就跟爸爸的律师打听清楚了。江阿姨和我爸本来是打算结婚前1天再去领证的，真是可惜。但是她跟你爸已经要结婚了。”姑妈说道：“这不是还没有结吗？国家都不承认，我为什么要分？”可能被我的话气到了，姑妈的脸色一下子变青了。林锦在一边装好人：“小月不是阿姨非要跟争这份遗产，主要是我现在有。”他摸着自己的肚子，欲言又止。我对他说：“有屎就拉去。”宋芝立马站出来：“苏月，你属狗的，逮谁咬谁，这你看不出来吗？我妈有你爸的孩子了，就算你不分我妈遗产，这个孩子也是有继承权的。”我冷笑道：“谁能证明这是我爸的孩子？”姑妈插话：“我证明。苏月，我们是看你是个孩子，不想把事情闹得太难看，不然我们早就告你去了。”我笑得更大声：“那你们快去告我吧，疯子疯子！”姑妈拉着林锦的手往外走：“我就跟你说了，跟这个贱种说不通，咱们去找律师。”他们3个人往外走，我说：“且慢！”姑妈回头：“后悔了。宋芝、林阿姨，我再提醒你们一遍，后天你们可要搬出去啊，不然我就直接换锁了。那你让我们住哪？”宋芝要气死了：“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实在不行，住你亲爹家去吧。”姑妈他们3个人气势汹涌的来，气鼓鼓的走，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伤。我看他们那个样子，笑得要直不起腰来。没2天，我就收到了律师函，我直接转交给了我的律师，让他去处理这件事。又过了2天，我的律师说，那边律师准备跟我们面谈，说想要私底下解决这件事。恐怕他们也体会到了这个案件的难度，毕竟我爸爸已经变成一堆灰了，根本就没有办法证明林锦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爸的。至于旁系亲属，我亲爷爷、我亲奶奶早就死了，就剩一把骨头了，怎么做亲子鉴定？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，我准时出现在了我律师的办公室里。姑妈和林锦早来了。林锦说：“这孩子
就是我和江海的。我一脸冷漠。证据呢？对方律师从文件袋里抽出来一张纸，这是我方的亲子鉴定报告。我拿起那张纸，一下子愣住。林锦摸着自己的肚子，一脸的得意洋洋。你爸跟我在一起生活了这么久，肯定会留下点头发呀、胡须呀，在家里做个亲子鉴定够用了。姑妈比他还得意，你林阿姨肚子里可是个男孩，是你的亲弟弟，况且你早就不姓江了，这遗产给你一半，你已经赚了。我拧着眉看了很久那张纸，突然仰头笑了起来。林阿姨，我要是做了这种事，我肯定是不好意思说出来的，没想到你竟然还拿出了鉴定报告。林锦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爸没有生育功能，难道没有告诉过你吗？我从包里拿出来一张纸，直接拍在桌面上。那是我爸的病历，在20年前，他做了结扎手术。当年我妈怀我的时候，总是梦见我爸出轨，每天疑神疑鬼，醒来就哭。我爸心疼他，二话没说就去医院做了结扎手术。林锦脸色都白了，但他的律师还是很理智，就算是做了结扎手术，还是可以复原的。复原也需要做手术吧？你们有我爸做这个手术的证明吗？他们几人面面相觑，显然是没有准备。我继续说道，我爸当时也挺爱我妈，就是遇到了林阿姨。说起来，林阿姨真是好手段，怎么就怀了一个已经结扎了人的孩子？难道这里面不是我弟弟？也不是没有可能，毕竟林阿姨是小三这件事众所周知呀。苏月，你不要脸！林锦拍桌而起，那份优雅彻底破功。我和你爸是真心相爱，最开始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起，你妈才是小三。一听他骂我妈，我脸上的笑容瞬间就消散了。我也站起来，林锦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破事吗？一开始你嫌我爸穷甩了他，后来我爸遇见我妈，是我姥爷给了他第一笔投资，我爸做起来了，你倒出现了，你成了他真爱了。要是没有我妈，江海算他娘的屎壳郎啊！说着说着，我眼睛就被眼泪蒙住了。本来我们一家三口挺快乐的，可就在一个冬天，林锦领着宋芝出现了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妈就没有了丈夫，我也没有了爸爸。我爸的心永远都在林锦那里，只要林锦一个电话，他就像狗跑向主人那样跑过去。后来我妈得了尿毒症，江海要跟她离婚。江海觉得亏欠我妈，就决定拿出他一个肾捐出来。就在手术那天，林锦跳海了。我爸听说以后，直接就跑过去找他。在当天，我妈就去世了。妈妈本来有机会活下来的，如果一开始爸爸就不想捐，我也可以把肾给我妈的。可是所有事情都已经确定好了，林锦却选在那天跳海了。他不是不知道那一天的重要性。那件事之后，我跟我爸大吵了一架。第二天，林锦和宋芝就住进了江海另一套别墅里。我气不过，去找他们理论。宋芝却说我偷他的东西。江海不相信我，让我给宋芝道歉。我一气之下离开了那个家，直接去派出所改了自己的名字。回忆到这里，我抹了一把眼泪，重新戴上墨镜，变成那个没有感情的富婆。你没有办法证明你肚子里的这个野种是我的弟弟，那咱们就没有谈下去的必要了。等你找到我爸做手术的证明了，再说财产继承的事。我拿着包就走，不带一点犹豫。他要能找着那份证明才怪。我早就打听过了，江海的结扎手术根本没做，他上了手术台就后悔了。这份病历是他找人开的假病历，如果他们要上法庭，我还真不一定敢拿出来。本来以为这件事过去以后，林锦和姑妈会消停，
谁知道第二天，姑妈就找了一帮人来我家，叫着让我还钱。我当时刚起床，满身的起床气，还什么钱？你爸当年借了我家10万块钱，一直没有还，现在他死了，得还给我家吧。姑妈直接拿出一张泛黄的纸拍在桌子上，我低头看了一眼，确实是借条，上面还有爸爸的签字和手印，时间已经是20年前。这笔账我知道，那时候爸爸刚创业不久，公司遇到了困难，到处找人借钱，当时借到了姑妈那里。姑妈一开始不想借，我爸说借1万还2万，所以当时他给了5万块钱，借条上写的是10万。后来爸爸渡过难关，去还钱的时候，姑妈又不要钱，让爸爸给他家买了一套房子。这20多年，姑妈没少拿这5万块钱说事，不知道从爸爸这里得到了多少好处，现在竟然还有脸来这里要。我笑了一声，姑妈，是你记忆不好，还是我记忆不行？这钱不早就还给你家了？你家原来住的那套房子，不就是我爸出的钱吗？姑妈舔着脸说，那套房子是你爸赠予我们的，可不是还我们的钱。一码归一码，这借条你总不能不认吧？借条我不会不认，10万是吧？我这就打给你。20年前的10万和现在的10万能一样吗？你现在至少要给我。姑妈算了算，比划出一个100万，你可真敢要啊！我收起手机，笑着看他，我倒是可以给你100万，但我怕你没有时间花。你咒我，你克死你亲妈亲爹还不够，还准备克我。不过可惜，我命硬。我冷笑一声，直接跟他要了银行卡账户，当面转了100万过去。到账以后，姑妈立马眉笑眼开，她转身带着几个人还没有出别墅，我就拿起电话报了警。你好，110吗？有人入室抢劫，你们管不管？姑妈听到这话，立马回来夺我的手机。小贱种，你竟然还敢报警！我从小就练跆拳道，对付一个中年妇女还是很简单。又对着身后的那几个人说，叔叔伯伯，你们不走吗？再不走可就成了从犯了。他们几个人互相看了看，瞬间默契地离开。眼见身后没有了人，姑妈也没有刚才那么蛮横了。小月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说什么抢劫不抢劫呀？姑妈这就把钱还给你。钱在她账户里还没有存够10分钟，又回到了我手里。姑妈早这样不就好了吗？有什么不能好好说？我数够了0，重新把手机收起来。是，那一会儿警察来了，你放心好了。我拍了拍姑妈的肩膀，给了她一个小眼神。没有10分钟，警察就过来了。警察同志，这是一个误会。姑妈先上去说好话，我和我侄女闹着玩。2位警察叔叔看向我，我说误会，不是抢劫，是偷窃。我直接把姑妈偷我小古董的监控视频找了出来，递给了警方。姑妈瞬间脸都白了，直接过来跟我说要解释。姑妈可以还给你，我就是觉得这个小玩意儿脏了，带回家去洗一洗。我小手一摆，我不听。姑妈立案那天，我回老家，连着放了10挂鞭炮，还给很多小孩买了糖，看起来比过年还高兴。当天村里谁来跟我一块高兴的，我都送了一些礼物，不多，1头猪2瓶酒。不料竟然有人把我那天样子发到了网上，还给我配了500字的小作文，大意内容就是害死自己的亲爸，把自己亲姑姑送入狱，为了独吞家产，不承认自己的后妈和亲弟弟，把我塑造成了一个为了钱不认亲情、不择手段的坏女人。这个视频很快就被几10个自媒体转发，我的名字一下子就上了热搜，评论底下全是骂我冷血、
骂我杀人凶手。我看着这些乐不可支，不用想，这一定是宋之的手笔。他现在在传媒学院上学，他们那个班的老师是个很有名的网红，去年还上过热搜。给学生留的作业就是让他们做自媒体账号。当时宋之因为长相好看，经常在他这些同学视频里出镜，被誉为第一清纯校花。那些转发的自媒体2/3都是宋之的同学。我的律师一看来活了，打电话问我用不用起诉。我对他说不用，让子弹飞一会儿。又等了2天，我收到了恐吓快递，我把这些留作证据，直接交给了我的律师。半天之内，宋之的那些同学就怂了，一个个发了道歉声明。最开始的那个账号也迅速删了视频。尽管如此，还是有不少人骂我，说我用钱压热搜，没有人性。当天晚上就有一个大 V 爆料，说是我的朋友，整个事情根本就不是网上传的那样，直接把林锦爆出来了。他是怎么插足的我父母的感情，怎么带自己女儿卖惨。宋之又是怎样的鸠占鹊巢，说我被赶出家以后，生活过得多么凄惨，不但要自己打工凑学费，时不时还要去垃圾站捡垃圾。舆论一下子逆转，这时有很多宋之的高中同学出来爆料，宋之高中曾经霸凌过一个女同学，把女同学直接逼得跳楼。宋之一下子从清纯校花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一纸律师函寄了过去，告宋之传播谣言诽谤我。第2天，林锦就上了门。此时林锦的肚子已经有些大了，他一见我就开始道歉。小月，这件事是芝芝做的不对，但是他不是有意的，他年龄小，不懂以前的那些事，胡乱说的，我不以为意。21岁还小，都可以生孩子了。林锦表情一变，表情又可怜了几分。小月，那你说要阿姨怎么样做你才能解气？我太熟悉他这种表情了，之前他每次露出这种表情，爸爸就会抛弃我们。我一想到妈妈受的那些苦，表情变得扭曲。想要我解气，可以，请你去我妈墓前给她磕3个响头，说你错了，我就撤诉。林锦脸色变得铁青。小月，你不愿意就免谈。林锦到底舍不得宋之受罪，竟然当场答应了这件事。我们约好3天以后在我妈的墓碑那里见。结果我3天后一出门，就被2个人高马大的男生拖到草丛里打了一顿。男生打完我，威胁我说了一句，以后你要是再找宋之的麻烦，就不只是挨顿打这么简单了。等他们走以后，我从草丛爬出来，找到手机，直接报了警。宋之是傻子，他身边的人也都不聪明。拜托，这里可是高档别墅区，别说是草丛了，就连游泳池底下都安着监控。我躺在医院上药的时候，警方那边就给了消息，说那2个男大学生也是没有骨气的东西，3言2语就招了。他们确实是认识宋之，但不是宋之让他们干的，是宋之找他们哭。他们觉得我太坏了，所以替天行道。好一个替天行道，把自己行进去了。我表示坚决不和解。我住院的时候，这2人的家属一直找我，拿着东西跟我道歉。当时他们的孩子打我有多嚣张，这2位的家属就有多卑微。苏小姐，希望你能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我家孩子。等他出来以后，直接给您跪下来道歉都行。那我可受不起。我一边哭说自己多无辜，又说宋之这人多坏。我要是撤诉了，恐怕他们还会被宋之挑拨来打我。2家家属都是明白人，立马就不跟我这闹了，直接去找了宋之和林锦。现在他们2个连家门都不敢出。律师跟我说，
一出门就被骂。他们两家人的战斗力还挺强，当然强。这几位可是身经百战的中年妇女，输出可不是林锦那种平日里装柔弱的小绿茶能比的。我都能想象林锦的样子，唯唯诺诺，还要保持形象，肯定是一边捂着肚子一边哭。律师问我还上诉宋芝吗？我说当然了，还能白挨这顿打吗？最后那2位男大学生被压着给我道了歉，我顺势还要了一点赔偿，不多，10几万而已。这对普通家庭来说已经是一种重创了。之后林锦一个劲儿给我打电话，估计还是想再谈一谈撤诉的事情。我最后拉黑了他的电话，我甚至能猜出整个事情的大概经过。林锦答应了我，却又临时反悔，跟宋芝说了这件事，所以宋芝才会找人打我。我可不敢随便再允诺什么了，万一再打我一顿呢？我再见到林锦已经是5个月以后了，彼时我已经回到了自己上大学的城市，刚一下课就接到了导员的电话，他说有个自称是我阿姨的人在门口等我。我刚到门口就看到了林锦，他一见到我扑通就跪下了，小月，求求你，求求你救救你弟弟。周围很多人往我们这边看，我一点丢脸的感觉都没有，任由他跪着。林锦抓住我的手死命哭，求求你救救他吧，你弟弟生下来心脏有问题，需要去大医院做手术，可我没有那么多钱，他真的是你爸爸的孩子，是江家的血脉，求你了。林锦没有学历，没有工作经验，一直都是靠男人养着，最开始靠她前夫，后来她听说我爸爸发达了，随便找了个理由就把那男人甩了，又回来找我爸爸。爸爸死后，虽然所有的财产都给了我，但之前爸爸给他买的那些东西，转的那些账，也有小200万。林锦她前夫也给留了一套房子，这已经超出绝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了。按理来说，只要省着点，下半辈子也能活得很舒服。然而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。宋芝过惯了小公主的生活，过惯了随心所欲买的日子，一时没有办法接受要自己做饭，出门没有司机，包也只能买几千块钱普通人的日子。最让他不能接受的是，本来打算大学一毕业就花钱出国留学，如今他身上有了官司，家里只有这点钱，别说出国留学，出去玩一趟都要犹犹豫豫。这时也不知道是谁挑唆的，他竟然学会了赌博。1个月之间，林锦他们所拥有的那些钱都被赌光了。林锦知道以后，愤怒地动了胎气，直接被送到了医院。孩子早产，出来以后又发现心脏有问题，需要做手术，而且是要去大医院，更需要一大笔医疗费用。林锦根本就没有这么多钱。自从他落魄以后，以前跟他一起玩的富太太能有多远躲多远，他所谓的那些人脉都是通过江海才拓展来的。如今江海不在了，这些人自然也是不会理他。看着他跪下求我的这样子，我突然想起几年之前我妈妈去世那天，我也是这样跪着求他放我爸爸出来，让我爸爸一起把手术完成。当时林锦冷漠得像个陌生人，这就是你妈妈的命啊，就算是我爸爸的孩子又怎么样？我笑了，这就是他的命啊。林锦似乎是想到了什么，全身发抖。小月，我知道你恨我，觉得是我抢走了你的爸爸，可你要清楚，我真的没有做过伤害你妈妈的事。你确实没有直接伤害过我妈妈，你只是撺掇江海而已。伤害我妈妈的人是江海，我恨他，所以我更不可能救他的儿子。我抬脚往外走，孩子是无辜的。林锦哭得撕心裂肺，直接爬过来抱住我的腿，
你不是想让我跪在你妈坟前道歉吗？我去跪，只求求你能救救我的孩子。我停下脚步，低头看着他。好啊，你去跪。我已经很久没有来看过妈妈了。自从她去世以后，我一直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，所以才会报的外地的大学。林锦刚下跪那一瞬间，晴天转了阴，大雨倾盆而下。他对着我妈妈的墓碑磕了3个头，连说了3句对不起和我错了。然后他仰头看着我，苍白的嘴唇吐出2个字：小月，我已经把钱打进你卡里了，以后这个男孩是死是活跟我都没有关系。林锦起身对我说了声谢谢，就淋着雨走了。我看着妈妈的墓碑，轻声对她说：妈妈，我来看你了，这么久没有来，你会不会怪我？妈妈，江海死了，为了救宋之死了，你先别着急生气。但是临死前他给我打了个电话，我没有想到爸爸临死前会给我打电话。他那时候应该是已经逃不出去了，按理来说他应该给消防员打电话，可是他给我打了一个，他说他错了，说对不起我。可能是人死之前都会回忆起很多事情。我本来听了这2句话要挂断，然后他又说到现在才看清楚宋之的为人，他是进火里要救宋之的，结果自己却被困进了火里。宋之被救出去时明明看见他了，他对着宋之喊了好几句，宋之就像是没听见一样，直接走了。如果当时宋之回头拉他一把，或者做些什么别的，他都不会死。我听了这些话，一点感觉都没有，只是对他说了4个字：那你死吧。我早就没有办法拿他当爸爸了。在他第1次为了宋之抛弃我的时候，我学习那么好，他却1次也没有给我开过家长会。宋之只不过是提了一句，他就屁颠屁颠过去了。我也忘不了我妈每天以泪洗面的那段日子，明明已经生了重病，只不过林锦说了一句感觉到被讨厌了，江海就把妈妈赶出了家门。不敢想象那段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，一切都是报应。我跟妈妈说了好多好多的话，说完以后天气放了晴，我下了山以后，把这座城市属于我的那些房子和车都卖了，直接定居在了我上大学的城市。再后来就听说宋之因为出卖身体被抓了，直接判了刑，甚至我和他的官司都打不了了。那个小男孩手术没有成功，死在了手术台上。林锦知道以后人都崩溃了，没几个月，一无所有的他去找了自己前夫，准备故技重施，想要回到对方身边。结果对方的老婆不是个善茬，找了几个人把他打了一顿，不知道是不是打到了脑子。从那以后，林锦就变得疯疯癫癫的。6月，我顺利毕业，所有同龄人还在发愁找工作还是考研的时候，我被保研成功，同时还开了自己的第1家公司。以后我的生活每一天都是晴天。故事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结婚5年，我生下一对龙凤胎，婆婆重男轻女，将儿子养成一副横行霸道的样子。直到儿子把女儿推下楼梯，我才知道原来儿子不是我亲生的。这么多年，我竟是替老公和别人养孩子。后来当儿子酿成大错，老公想要教训他时，我反手给老公一巴掌。儿子还这么小，你怎么忍心下手？既不是我的孩子，那我就为这个家的破灭再添些柴。我和赵栋结婚5年，才生下一对龙凤胎。婆婆从我怀孕起就和我们住在一起，孩子们渐渐长大，婆婆重男轻女的本性暴露得一览无余。家里有什么好吃的、好玩的，婆婆都只会给儿子，女儿什么都没有。但凡女儿和儿子争抢，婆婆就会破口大骂，
什么赔钱货也想要我金孙的东西。我第一次听到时十分震惊，不满地看向婆婆：“妈，你怎么这样和倩倩说话？倩倩也是你的孙女，你不能厚此薄彼。”婆婆撇撇嘴：“只有小杰才是我的乖孙，赔钱货才不是。”说完便把东西拿走哄儿子去了。我和赵栋提过好几次这个事情，可是赵栋却不以为意，说村里都是这样，婆婆只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婆婆怎么说也不听。我只好对女儿更好一些，没想到反而惹来了婆婆的指责。2个孩子过12岁生日时，我给女儿买了漂亮的娃娃，这娃娃是女儿想要好久的，所以我便想着女儿生日时买来送她。同样，我也给儿子买了他喜欢的玩具。邻居王庆来我家给2个孩子过生日，看到了女儿的娃娃，有些惊讶：“佳宁，你给倩倩送了这个娃娃呀？我之前看到可贵了。”婆婆一听到价格，便过来询问：“这个娃娃多少钱？”王庆笑着说：“好像得2000吧。”这下子捅到了婆婆的心窝了。婆婆瞪着我：“你怎么给这赔钱货买这么贵的东西？”我皱着眉，却还是耐心解释道：“倩倩之前考了全班第1，我当时就想奖励她，正好碰到生日了，我就买了她想要的娃娃。”没想到婆婆听了更加生气，一个小丫头片子，家里供她读书就是她的荣幸了。像我们村那些丫头，到了年纪就直接送去打工了。你还给她买这么贵的东西，真是糟蹋我儿子的钱。我们家的家业都要被你败光了，以后能给小杰留下什么？看着外人在，我强忍着怒气：“妈，今天是俩孩子的生日，你说这些干什么？而且这钱也不是赵栋的，是我的钱。你的钱不就是我儿子的钱吗？你有这钱都可以给小杰买更好的礼物了。”没想到婆婆反而不依不饶起来。我正准备说什么，儿子一把将女儿的娃娃摔到地上，精美的娃娃瞬间4分5裂。我一下怒火中烧，想要教训儿子，可婆婆和王庆却拦住了我。婆婆挡在儿子的身前，王庆在一旁安慰儿子，看上去我倒像个后妈。婆婆大声嚷嚷道：“要不是你给那丫头买这么贵的娃娃，小杰会这样吗？要怪也只能怪你自己。小杰的礼物也是这么贵，他凭什么摔妹妹的娃娃？”我还想说什么，赵栋这时回来了，他皱着眉对我说道：“你这是做什么？”我向赵栋说了整个事情，没想到赵栋却不站在我这边。这点小事有什么好吵的？我儿子也不是故意的。看着赵栋这个态度，我更加生气。好，儿子是宝贝儿子，女儿就是捡来的，我们走就是。我带着女儿回到了我爸妈家，下定决心，他们不来道歉，我绝不回去。可我没想到，没过几天，学校老师就打来电话，说我女儿被儿子推下楼梯，送到医院了。我听到消息，感觉全身像是被冻住一样，好半天才找到自己的声音：“老师，那我女儿有事吗？”“没有大碍，可能骨折了，具体还得问问医生。”说完，他给了我医院的地址。我匆匆赶去，发现赵栋和婆婆也在。我着急地问医生女儿的情况，医生说没大碍，就是胳膊和腿有些骨折，需要休养几个月，让我先去缴费。我一脸火气地看着赵栋和婆婆，问道：“小杰呢？”赵栋轻咳一声：“我们把小杰送到王庆那去了。”倩倩摔了以后，小杰也被吓到了。我压制住内心的怒火，先去缴费。对于这个被养歪的儿子，我感到十分无力。我不是没抗争过，可每次婆婆又会趁我不在，对儿子胡乱教育。缴完费回来，路过一个走廊，
我突然听到赵栋和婆婆的对话：“儿子，你说佳宁要是真的为了那丫头片子怪小杰怎么办？那是他儿子，他最多不过气几天，别担心。妈，他连小杰摔坏一个娃娃都能生气这么久，要我说，难怪不是亲妈，不然谁会和孩子生这么久的气？”婆婆不满地说道：“什么意思？什么不是亲妈？”我想再凑近听，却发现婆婆和赵栋已经走了。小杰不是我的孩子，不可能。我当年怀的是双胞胎。我怀着重重疑惑回到病房，安顿好女儿在医院的一切后，我们回家了。车上赵栋跟我叮嘱，小杰不小心推了妹妹，也被吓到了。回去的时候你别怪她。婆婆也插话道：“就是那丫头自己没站好，掉了下去，还累得小杰受到了惊吓。”我心中怀着疑问，便强忍怒气没理他们。回到家中，我去王庆那接儿子，儿子不仅没有难过的样子，反而一脸生气地看着我：“你来干什么？我不要你做妈妈了，我要王阿姨做妈妈，你只会凶我。”王庆脸上露出不好意思的表情，连忙劝我：“你别和小杰计较，他来的时候被吓到了，你是他妈妈，他怎么会不认你呢？”我没错过王庆眼里的一丝得意，我脸上挤出笑容：“小杰，妈妈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来跟妈妈回家。”王庆有些意外，我没生气，我把儿子带回家，没对他责备。我偷偷取了几根他的头发。第二天，我去看女儿的时候，把头发送过去检验 DNA， 没想到结果却让我大为震惊。小杰不是我的孩子。我又将女儿的头发送去检验，检查结果显示女儿是我的孩子。联想到昨天婆婆说的那句话，我一下子明白了。怪不得我当年的肚子和别人怀单胎的肚子一样大，却生出了7斤的女儿和8斤的儿子。原来我替别人养了10多年的孩子，赵栋和婆婆都知情，甚至这件事就是他们策划好的。我怀孕的时候，婆婆总以医院检查有辐射为由，不让我做孕检。在我的反对下，大家都各退了一步。他们不让我频繁地做检查，只让我去王庆所在的医院做，说王庆正好是妇科医生，有熟人检查更稳妥。但做什么检查，怎么做都是王庆给我安排。每次拿报告的时候，也是婆婆去拿，因为王庆是医生，她说什么我都相信。我也从未怀疑过整个检查过程是否有问题。原来从我怀孕开始，他们就已经计划好了一切。我的手指狠狠掐进手掌，这孩子的母亲是谁？我回想起昨晚王庆眼里的得意，王庆和小杰5分像的面孔，又想起12年前，王庆臃肿的身材突然恢复了苗条。一个猜测出现我脑子里：好啊，他们蒙蔽了我10多年。又伤害我女儿，就别怪我出手无情。我若无其事地回到家中，在网上定制几个摄像头。我需要找出赵栋出轨的证据，让他成为离婚的过失方。一想到和我在一起这么久的男人出轨，我就觉得恶心。回来以后，我不再管教儿子，平时他就被他奶奶宠得横行霸道。如今我不管他，他更加无法无天了。家里但凡来了亲戚，他都用恶作剧把别人赶走。婆婆不但不会斥责他，反而夸赞他，不愧是我的乖孙，多聪明。久而久之，赵栋那边的亲戚渐渐和他断了来往。赵栋想要求人帮忙的时候，都找不到人。这天下午，我和婆婆带着儿子准备去医院看女儿。谁知儿子嫌婆婆走得慢，竟一手将婆婆推下台阶。婆婆反应不及，跌倒在地，痛苦地呻吟着。我把婆婆拉起来，准备做样子呵斥儿子。
婆婆急忙拦住我，龇牙咧嘴地说：“小杰也不是故意的。”而后她又夸赞儿子：“乖孙力气真大，一看以后就有出息，我们老赵家可要享福了。”儿子听了，越发觉得自己厉害。路上趁婆婆不注意，又推了婆婆几次，看着婆婆一身狼狈，我只感觉到好笑。自己宠的孙子就自己承受吧。儿子在学校不断做坏事，欺负女同学，对老师做恶作剧，和别人打架。学校找了好几次家长，我每次都让婆婆去。没过多久，学校就把儿子开除了。赵栋愁得到处替儿子找新学校，婆婆却不以为意。那个学校把乖孙开除了，也不是什么好学校，这样的学校不读也罢。我乖孙将来是做大事的人，在家多待一段时间又怎么了？妈，现在小杰快要小升初了。赵栋有些着急，这有什么？你以前还比别人晚上几年学呢，现在不一样有出息。赵栋说不过婆婆，便把目光转向我。我一改以前的态度，安慰赵栋：“妈说得对，小时候乖巧的人，大了未必有出息。儿子这样多活泼，一看以后就能做大事，在家多待一段时间也没关系。”赵栋有些意外：“你以前不是对儿子管得挺严吗？”我在心中冷笑一声。原来我以前不让儿子走歪路，就是管教严厉。我朝赵栋笑笑，还是妈说的对，男孩子小时候调皮一些也很正常。以前是我想错了。婆婆向我投来赞赏的眼光。赵栋见说不过我和婆婆，便只好作罢。没想到王庆反而急了起来，他隔三差五的就来我家做客。话里话外地问我怎么不给儿子找学校。我拿出婆婆的那套说辞给她，她有些着急：“佳宁，不是我说你，小孩子不懂事，你得教教他呀。孙姨年纪大了，难免有时糊涂，你可不能让他误了小杰的未来。以前我管教儿子的时候，他要出来当好人，现在我不管了，他反而急了。”我装作为难的样子：“你也知道我婆婆的性格，她是向来不听我说的。我最近想想她说的话，也觉得有几分道理。男孩子管教太多，反而影响发展，以后养成唯唯诺诺的样子怎么办？现在这样正好，你可不要在小杰面前说什么，影响他的天性。”这话以前是王庆说的，如今我照搬给他，他反而哽住了。见我这边劝说无效，他又去找了赵栋。可是没想到他和赵栋的对话被儿子听到了，儿子十分生气，于是在他出门的时候将他推下楼梯。这次他可没有婆婆幸运，他的身下很快就冒出了一滩血。赵栋着急地把他送到医院，医院检查出来他小产了。小产，这孩子是赵栋的。看着赵栋着急的样子，我心中更确定了几分，这对狗男女在我眼皮子底下又做出了这种事情。看着痛苦的王庆和安慰他的赵栋，我感到一阵畅快，被自己孩子折磨的感觉不好受吧。临走时，王庆还劝赵栋不要怪小杰。婆婆听说那个未成型的孩子是个女孩，连医院都没有去。回来以后，赵栋怒不可遏地想要教训儿子，他将儿子按在沙发上打，儿子哭喊不停。我冲上去，反手给他一巴掌。儿子还这么小，你怎么忍心下手？赵栋被我打懵了，有些生气，还不是你管不好孩子，让孩子做出这样的事情。小杰怎么了？明明是王庆自己没站好，你怪小杰干什么？他一个10来岁的孩子懂什么？婆婆也出来，趴到儿子身上哭喊着：“你打小杰干什么？要打就打我！我乖孙多金贵呀，不就是个没成型的丫头片子吗？”王庆他自己没保护好，
怪小杰做什么？赵栋被婆婆这一出闹得慌了神，生怕被我发现端倪，连忙阻止道：“妈，你说什么呢？小杰做了错事，我这是在管教他，不然还不知道他以后捅出多大篓子。”婆婆依然不依不饶：“你打也打了，还想怎么样？难不成还想让小杰给那没福气的赔钱货赔命不成？你就不怕祖宗怪罪吗？”眼看着婆婆越说越离谱，赵栋生怕她再说出些什么，只好妥协道：“好好好，我不打了，行吧？”听到这句话后，婆婆才满意的带着儿子回了房间，细心哄着。王庆很快就出院了。我将到货了的摄像头安在了卧室和客厅。以前每周六我都会带着孩子去看我爸妈，如今想来，王庆多半是那天来我家和赵栋厮混。今天周六，我假装公司有事需要回去加班，婆婆也带着儿子出去了。我坐在车里查看家里的监控录像，没过多久，王庆就来了。他一进门就扑进赵栋的怀里，哭得好不委屈。“阿栋，我们女儿没有了。”赵栋连忙抱着他安慰：“没关系，庆庆，我们以后还会有的。你已经替我生了一个儿子了。”小杰果然是他的孩子。王庆抹了抹眼泪，说起小杰，也不知道佳宁安的什么心，孩子被开除了，也不想办法让孩子去新学校，反而让孩子在家耽搁着。果然不是亲妈，不会在意。可能佳宁还在生气小杰把倩倩推下台阶吧。赵栋也有些不满。王庆撇了撇嘴，他也真是，小杰好歹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，以后可是要给赵家传宗接代的。他倒好，不注重小杰，反而把一个女孩子看得这么重，真是本末倒置。赵栋连忙哄他：“好了好了，不要想这些糟心事了，咱们再生一个儿子。”说完，他把王庆抱进了卧室。我看着摄像头里的一幕幕，只觉得胃里在翻滚，自己这么多年的青春都喂狗了。我和赵栋结婚的时候，他家条件远没有我家好，可我从来都不在乎这些。我爸妈看在他上进的份上，也同意了。没想到他早就和王庆厮混在一起，怪不得当初我怀孕后期，婆婆在家的时间变少了，原来是因为王庆怀了儿子，她要去照顾。所幸因为我和赵栋家庭的差距，婚前我爸妈就让赵栋签了协议，我婚前的房子和赵栋没有一点关系。婆婆三番五次想让我把婚前的房子过到儿子名下，我都没同意。现在想来，他们早就算计好了一切。我将赵栋出轨的证据保存下来，趁他们还没结束，准备冲进去抓奸。我一脚踢开房门，床上的两个人像是受到了惊吓一般，纷纷转过头看向我。看到是我，他们瞬间慌了。不等他们开口说话，我一个巴掌甩到他们两个人的脸上，他们的脸瞬间红了起来。一个清晰的巴掌印映在我的眼前，这一巴掌我用了好大的力，打得我手都痛了。可是我心里却痛快得很。他们震惊地看着我，想说什么话，仿佛都忘了似的。我反手又给了他们一巴掌。我想再打下去的时候，赵栋突然反应了过来，急忙拉住我的手：“你这是做什么？”我冷哼一声：“做什么？收拾你们这对不要脸的奸夫淫妇！”王庆像是被我这句话刺激到了一样，捂着脸倒在赵栋的怀里，哭得十分委屈。赵栋如同找到了力量一般，朝我吼道：“你骂谁呢？我和王庆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呢？哦，原来是结婚前你们就勾结在一起了。好啊，这段对话我录下来了，你就等着净身出户吧。”我一边说着，一边抓住王庆的头发，把他从赵栋怀里拽出来，摔到地上。
她哭到一半的眼泪都收回去了，愣愣地看着我。赵栋想要上来抢我的手机，我一脚把他踹到墙角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勤加锻炼，现在终于发挥了出来。赵栋这个常年坐办公室的，当然敌不过我。王庆看到赵栋被踹倒在地，尖叫一声，连忙扶起赵栋。我看着他们这副狼狈的样子，满意了，直接出门回了我爸妈家。没想到第二天，赵栋和婆婆就找上门了。我爸妈开了门，婆婆进来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指责我昨天不该对赵栋动手。我也丝毫不给他们留情面，大声嚷嚷道：怎么，你儿子出轨那么多年，我动手打几下都不行了？我爸妈才从我嘴里知道这件事情，瞪着赵栋和婆婆：亲家，你们什么意思？婆婆连忙赔笑：误会，都是误会。说完，婆婆便把门关上了，隔绝了外面想要一探究竟的邻居。我嗤笑一声，看向赵栋：没得商量，离婚，你净身出户。婆婆听到净身出户，眼睛一下瞪圆了：不可能，我们不可能离婚。阿栋不过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，你作为他老婆，一点包容心都没有，还这么恶毒，想拿走全部家产。他出轨也是你逼的，要离也行，除非你净身出户。你可得想清楚，离了你就是个破鞋了，以后哪个男人愿意要你？像你这样的女人，倒贴我们村的大傻子他都不要。看到婆婆这副愚蠢而贪婪的样子，我不禁气笑了，给了她2巴掌。不会说话就把你喷粪的嘴闭上。以前是尊重你才懒得跟你计较，现在我可不会让着你了。赵栋看到婆婆被打，连忙冲我吼道：你疯了，连我妈都打。婆婆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想上来找我拼命。我爸直接拦住了婆婆：亲家，你们要是不会好好说话，我不介意让你们今天走不出这个门。我爸以前可是拳击手，几个赵栋都不够他看的。赵栋和婆婆瞬间老实了。我冷冷地看着赵栋，2个选项：一，离婚，你净身出户；二，我拿着这些证据去单位举报你们，你和王庆全部都得滚蛋。赵栋一脸愤怒：你一点情面都不给吗？我翻了个白眼：你一个出轨男，自己都不要脸，还想让别人给你脸？城墙都没你脸皮厚。赵栋为了他今天的职位付出了多少，我很清楚，他不可能愿意放弃如今在工作上的一切。他犹豫了片刻：净身出户不可能，财产可以多分你一点，儿子归我，女儿归你。那家里那套房子给我，家里那套房子位置好，环境好，这些年花光了我们所有的积蓄。不行！婆婆和赵栋异口同声。我冷笑了几声：赵栋，你领导最近要升职了吧？那个位置可空出来了，你也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出错吧？他咬咬牙，最后还是同意了。我现在首要的目标就是先离婚，离了婚我再慢慢报复他们。说起来，我还要感谢小杰那一推将王庆送进了医院。我在去医院的路上，看到了一个脸上布满刀疤的男人，他一路走进了王庆的病房。王庆看到他十分惊慌，从他们的对话里，我知道王庆在和赵栋好上之前就已经和这个男人有一腿了，只是怀孕的时候，王庆自己也不知道孩子到底是谁的。但是赵栋当时已经在事业上起步了，而这个男人无所事事，所以他和这个男人彻底断了。只是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个男人又来找他了。我回家之后就取了赵栋和小杰的头发去做检验，果然小杰不是赵栋的儿子。要是赵栋和婆婆最后知道他们捧在手心里的孩子不是赵家的种，那可就有意思了。
成功离婚之后，我松了一口气。没想到我这边刚离婚，王庆就发了要准备结婚的朋友圈，配的文案是兜兜转转还是我们。我嗤笑一声，他们现在越高兴，婚礼的时候就会越痛苦。我会给他们送份大礼，让大家都看看这个亲子鉴定。没想到还没等到结婚，婆婆又来了，还带着一堆早已没联系的七大姑八大姨。他们在门口大声嚷嚷，街坊邻居都被吸引出来了。看到我出来，婆婆连忙上前，声情并茂地哭着：“佳宁，小杰出事了，他被人打进医院了。医生说要很大一笔手术费，不然就不给小杰做手术。”我皱了皱眉，怎么回事？婆婆继续说道：“你们离婚之后，小杰心情一直不好，说想妈妈，然后就想出来找你。谁知道遇到一群街边混混，他们就把小杰打了一顿。”一听到婆婆这样说，我就知道这件事有假。小杰被婆婆宠得不知天高地厚，对我厌恶至极，根本不可能舍不得我。她甚至巴不得少一个人管她。我似笑非笑地看着婆婆：“那小杰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在哪个医院？”婆婆像是背好了台词一样，继续哭诉道：“别的人我们都不想放心，我们把小杰送到王庆的医院了。医生说小杰脑子受到了重伤，要做手术才行，手术费要50万。你也知道，离婚之后家里唯一的房子都给你了，可小杰也是你的孩子啊，你不能不管呢。原来在这等着我了，把房子给我后又后悔了，现在想出一招，想要回去。”我朝婆婆说道：“那小杰的检查报告单你们有吧？给我看看。”婆婆支支吾吾，半天没有回答。我冷笑一声，准备关门，可婆婆又拦住了我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小杰还在医院等着你的救命钱呢。”我不客气地说道：“我们离婚了，小杰归你们。我们当初说的好好的，你现在连小杰的检查单子都拿不出来，就想让我掏钱，做梦呢你！”婆婆随即开始哭喊起来：“夭寿啊！离了婚就不管孩子了，谁这么当妈呀？我们小杰真是命苦，亲妈有钱都不给治病。”旁边的七大姑八大姨也纷纷插话：“佳宁，你也真是的，离婚了，孩子还是你的骨肉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，连孩子都不要？就是，没见过这么当妈的，这要放我们那年代，可是要被进猪笼的。小杰也真是造孽哦，摊上这种妈。要我说，当初就不该同意他们结婚，现在好了，苦了孩子。没准佳宁在外边有人了，才连孩子都不管。”眼看着他们越说越离谱，旁边的邻居也开始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。我随机挑选了一个正在说话的人：“大姨，我婆婆说你儿媳妇跑了，是因为你老公偷看儿媳妇洗澡，哄啧啧。没想到一大把年纪了，还做出这种事情，真是丢脸。你儿子现在娶到新老婆没？二姨，你不是一直找不到你儿子不结婚的原因吗？我婆婆说你儿子不举呢，现在在和男的乱搞，你们老赵家的祖宗都要气活了。三姑，我婆婆说你女儿一直怀不了孕，就是因为之前胎打太多了，小小年纪不学好，天天跟着男人鬼混。还有你那个什么，我努力从记忆里想出名字，大伯妈。我婆婆说你天天拿着家里的钱补贴外面的野男人呢。话音刚落，周围瞬间安静了。这些七大姑八大姨纷纷用仇人的眼光看着婆婆，婆婆的脸瞬间涨得通红。哎，我没说过，佳宁你可不要乱说。大伯妈翻了个白眼，我们好心好意帮你才来的，没想到你到处说我们的坏话。既然这样，这个亲戚我们也不用当了。
说完，他们便气哄哄地走了，只留下婆婆在后面无力地解释。婆婆临走之前狠狠瞪了我一眼：“你给我等着！”说完便追了上去。我向周围的邻居笑笑，就关上了大门。就这手段，还想和我要钱？没想到过了几天，网上突然爆出了一个儿子重病，离婚母亲不愿救助儿子的帖子。虽然没有指名道姓，但知道我们家情况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描述的是我，就差没有把我的名字贴上去了。我还没找他们算账，他们反而使这种不入流的手段了。我没回这个帖子，只等这个帖子越闹越大，评论里渐渐有了一些所谓的知情人士的爆料。这个人一向心狠，儿子被开除了，也不给儿子找新学校。他离婚的时候连儿子都不要，只要了家里的房子。什么人大家应该都能看得出来，知道得这么清楚，不是婆婆那边的人，就是王庆那边的人。我没理他们。终于事情越滚越大，网上开始扒我的身份了。他们在网上肆意辱骂我和我的家人，我立马做了一个88页的 PPT 发在网上，从时间线开始理起，细说了我婆婆的重男轻女以及赵栋和王庆的出轨事迹，并且把我和小杰的亲子鉴定发了上去。网上一片震惊，风向纷纷调转，开始攻击起了那对狗男女。赵栋连夜打电话给我，要我删除这个 PPT。高佳宁，你什么意思？房子都给你了，你还出尔反尔？我嗤笑一声，出尔反尔的人是谁？赵栋，你心里没数吗？舍不得房子，又想把钱要回去，就编造你儿子出事。你脸怎么这么大？他说不过我，又提起了小杰的事。你早就知道小杰不是你儿子了，是不是？王庆小产也是你故意让小杰做的，你好歹毒的心，我怎么娶了你这种恶妇？赵栋，你和王庆做的那些勾当我可都知道，我要是你，现在就该想想怎么和老板解释，你的事业也到头了吧？说完我便把电话挂了。果然没多久就听到赵栋和王庆被开除的事情，听得我心情舒畅。离婚后，家里的房子给了我，赵栋他们都住在王庆家里。听说小杰因为不满家里的房间，经常耍脾气，破坏家里的家具，婆婆又纵容他。王庆想管教小杰，却也无从下手，只能天天生闷气。只是我没想到，一段时间后，赵栋和王庆不仅没分开，还要继续举行婚礼。婆婆特意给我送来请帖，趾高气扬地说，虽然我和赵栋离婚了，但是他有了王庆这个更有本事的新媳妇。王庆还带了100万嫁妆，这怎么可能？王庆之前还向我们家借了钱。我含笑接过了这个请帖，说我一定会去，我倒要看看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同时我准备好一份大礼。婚礼那天，我远远看到了那个刀疤男，他躲在角落里和王庆拉拉扯扯。庆，你要的100万我给你拿来了，希望你以后能过上幸福的生活。王庆不耐烦地说道，现在我只想和我老公好好生活，谢谢你贺礼的100万。原来这100万是这个人给的。婚席上，婆婆拿着话筒炫耀她的新儿媳，话里话外地拿我和她比较。来的宾客基本都知道我们的事迹，看好戏的眼光不断从我身上扫过。婆婆走到我面前，大声说道，还好我们家赵栋和你离婚了，不然哪有庆这个宝贝儿媳呀，还带了100万嫁妆呢。宾客传来羡慕的眼神，王庆害羞地看着赵栋。看到这幅画面，我只觉得好笑。我起身抢走了婆婆的话筒，大声说道，感谢钱婆婆邀请我参加前夫和小三的婚宴，既然来了，我也不是空手来的，
我给大家都带了一份礼物。说完，我把打印好的赵栋和小杰的亲子鉴定发给了每个来参加婚宴的人，当然也有那个刀疤脸。我向他提示道：“你可能快有儿子了。”他有些茫然地看着我，直到他看清楚了手里的东西，眼里闪过一丝惊喜。在场的宾客纷纷都用同情的目光看着赵栋。赵栋感觉到一丝不妙，他抢过一个宾客手里的亲子鉴定，脸瞬间绿了起来。他一巴掌甩在了王庆脸上，嘴里骂道：“贱人！”王庆被打懵了，不可置信地看着赵栋。婆婆不知道内情，连忙上来拉住赵栋：“儿子，好好的日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”赵栋咬牙切齿地说：“小杰不是我的儿子。”婆婆一下子愣住了，干笑道：“这怎么可能呢？”王庆听到，眼里闪过一丝慌乱。直到婆婆确认赵栋不是说笑后，她一把抓住王庆的头发撕扯起来：“贱人，你竟然把那个杂种放到我们赵家，你不得好死！”刀疤脸看到王庆被打，着急地跑上来救出了王庆：“庆庆，你没事吧？”王庆流着泪摇摇头。婆婆看到多了个人插手，更生气了：“你是哪个瘪三？我们家的事你也敢来插手？”刀疤脸把王庆护在身后，坚定地说道：“我是小杰的爸爸。”一瞬间，宾客哗然，王庆的脸瞬间白了，赵栋的脸更绿了，配上婆婆愤怒的红脸，好一幅精彩的画面。我在台下看得差点笑岔了气。赵栋冲上去和刀疤脸殴打在一起，没了刀疤脸的保护，王庆暴露在了婆婆的视线里。婆婆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战斗，场下的宾客竟没有一人上来劝架。我看得他们打得差不多，便准备回家。临走时，警车来了，有人报了警，警察冲了进来，分开了殴打的4人，把刀疤脸带走了。原来刀疤脸是在逃的绑匪，他拿来做贺礼的100万是绑架别人勒索到的。他冲上台后，有人看到他和警方发的嫌疑人图像一模一样，便报了警。刀疤脸被带走，台上的3人面面相觑。我没继续看下去，也离开了。后来渐渐听说赵栋和王庆彻底闹崩了，他把小杰丢给了王庆，自己开始日夜酗酒，身体越来越差。王庆一边找工作，一边要照看小杰，可小杰性格被宠得十分顽劣，稍有不满，他就会对王庆拳打脚踢。再后来，我就没关注他们的生活了。女儿出院那天，我带着她去吃了她喜欢的食物，买了她喜欢的玩具。她高兴地说着：“谢谢妈妈。”忽而，她又皱起了眉头：“妈妈，我们不给哥哥买吗？”我认真地抱着她：“宝宝，以后没有哥哥、爸爸和奶奶了，咱们就和姥爷姥姥一起生活，好不好呀？”“好呀，妈妈。”女儿脸上又恢复了笑容。我拉着女儿走过一条昏暗的小巷，小巷出口就是明媚的阳光，冬日的暖阳洒在身上，温暖耀眼，驱散了我这段时间的阴霾。所幸冬天快要过了，春天马上来临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1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2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